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世界上只有2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就是税收和死亡。然而对于美国人来说，还有一件事和税收与死亡一样，都是无可避免的，那就是小费。最近呢，我刚去过一趟美国，虽说多年前呢，我也在美国生活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对美国的小费习以为常。但是这次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美国的小费已经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程度。那我们都知道，在疫情之后呢，美国的通胀飙升，而随之暴涨的就是小费。分区的美国人还很应景地称之为 Tiflation。现在的美国的小费有多夸张呢？从前去餐厅吃饭，午餐一般小费是15%起步，晚餐会高一些。但是现在很多的餐厅都是默认小费是18%，甚至是20%起步，收到30%的也是比比皆是。如果说疫情期间多给小费是我们体谅服务业工作人员的不易，那现在疫情又过去了，收那么高的小费又是什么道理呢？而且小费是顾客对于优质服务的回馈，如果一定要道德绑架、半强制性的收取，那就显得有些无耻了。现在呢，甚至有些快餐店也要收小费，请问我自己端盘子、自己收盘子，又享受到了什么服务呢？对于常年生活在亚洲的人来说呢，去美国旅行还是比较难以适应给小费这件事情，因为几乎没有什么亚洲国家有这样的一种习俗，抱歉，我很难称之为文化。那有些国家的餐厅呢，就会收取服务费，那这个费用是会打在收据上的，确实不算是小费。那即使对于美国的本地人来说呢，也开始产生了小费疲劳。个人理财网站 Bankrate 的一项新的调查指出，近年来美国人给小费的次数是越来越少，有超过2/3的人表示他们对于小费普遍是持有一种负面的态度的。那尽管如此呢，我在美国的时候呢，还是习惯支付15%以上的小费。如果服务较好，我会给到20%或者是25%。这并不是因为我的脸皮很薄，怕丢脸，根本原因是我们给的小费决定了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人的收入。那根据美国的劳工法，联邦最低的工资是7.25美元每小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员工都能拿得到。那在美国有一类员工叫做 Tipped Employee， 他们的最低时薪只有2.13美元。当然，不同的州最低工资和 Tipped Employee 的最低时薪也有所不同。那根据劳工法的规定，只有当服务人员的工资加上小费达不到所在州的最低时薪时，雇主才需要补上不足的部分。所以说，我们顾客给的小费就是服务人员收入的绝大部分。那现在总算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去餐馆消费，没给小费的话，服务员会跑出来追着他打了吧？小费这个问题呢，从本质上来说呢，就是雇主将应该支付给员工薪水的这样的责任转嫁给了顾客。也许有些人会从雇主的立场去讲，他们会说，餐饮业的利润不高，如果再给服务员加工资，餐厅可能就赚不到钱，甚至会倒闭。服务员的薪酬真的是影响到餐厅存亡的关键吗？那下面有一组数据，根据 Touch Bistro 发布的2023年美国餐馆状况报告，全服务餐厅的利润率在10.6%左右。这个利润率确实不算很高，但是还是有很多其他行业的利润率是远低于餐饮的。例如服装行业在全世界各地的利润率都在3%到8%之间。而美国全服务餐厅的这个10.6%的利润率，仅仅是在销售额恢复到疫情前50%时的水平。实际上，随着行业的恢复，利润率还会继续增长。那仅在去年第2季度，餐饮业的年利润增长率就达到了20%，而同期标普500指数的利润增长率仅有1%不到。那再者，美国餐饮业的成本压力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根据同一份报告的数据，超过一半的餐馆老板表示，原料成本是他们最大的经济压力，其次是房租。仅有22%的老板在为劳动力成本发愁。所以说，劳动力成本并不是吃掉老板们利润的那头怪兽。通常应对食品成本的增长，老板们会提高菜单的价格。那对于顾客来说，经历了严重通胀的几年，对此也是可以接受的。再讲一讲受到劳动力成本困扰的那些餐厅。其实餐厅的员工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包括后厨、经理和主管、服务员等等。那这些员工中，只有服务员是 Tip Employee， 是由顾客给他们发工资的，其他人员都是由餐厅发放薪水，人力成本的压力也是来自于他们。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也像给其他员工一样给服务员
发薪水，餐厅的利润会减少些，但是对于运营良好的餐厅来说，绝不会造成倒闭，甚至对利润的影响也不会特别大。那餐厅如果活不下去，是因为人力成本吗？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如果一个餐厅倒闭，要么就是因为东西难吃或者没有特色，要么就是因为地段差，还有就是在其他方面的成本管理可能出现了问题，例如装修和设备的成本过高，导致难以盈利。美国的小费习俗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助长这种现象正是美国的劳工法。试想，既然联邦法律规定可以支付最少$2.13的时薪，雇主为什么要多支付呢？而且还可以省税。美国的小费习俗是在19世纪中叶从欧洲传过来的。那到了20世纪初，在很多的行业，像是餐馆服务员、酒店门童等工作，主要就是由黑人承担。当时雇主是不会支付给他们任何的工资的，小费就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显然，这种是有着种族歧视的嫌疑的，所以美国就更改了法律，规定雇主必须支付给这些员工每小时至少$2的工资。那这一金额到了1991年涨到了$2.13，但是在这之后就没有再涨过。因此，美国的小费传统合法，但是并不合理，也并不合人情。它实际上是把支付给员工薪水这种雇主应当承担的责任无限制地转嫁到了顾客的身上，同时雇主也巧妙地把原本可能和员工之间的矛盾转嫁到了顾客身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试想，如果没有小费，当雇主支付给服务人员较低的薪水时，引发员工的不满，冲突会发生在雇主和雇员之间，顾客不会被牵扯进来。但是当小费成为员工赖以生存的收入时，一旦顾客给的小费较低，员工首先会向顾客发难，他们不会细想是谁造成的这种局面，那雇主在这场冲突中就完美的隐身了。实际上，手握大量资源的群体把矛盾转嫁给只拥有少量的资源和没有资源的群体之间的这种现象已是司空见惯。屏幕前的你也可以想想还有哪些类似的场景，这里就不展开细说了。讲到这里呢，我突然感到这期内容呢可能会被警告，甚至会被下架，毕竟讲了不能说的秘密，所以大家就且看且珍惜吧。好，我们还是回到小费这个话题上来。而且我认为小费这种标榜人情味的东西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情味了。小费在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呢，确实是顾客对服务人员对优质服务表示赞赏，自愿支付的一小笔金额，是很有人情味的。但是当这种自愿的行为变成了强迫，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了。那就像在我们小时候，每次有灾难发生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捐款，原本这是一种很善意的行为，但是当学校强迫每一个学生捐款，并且老师会在黑板上公布每一位学生捐款金额的时候，这种善举就变成了让人不舒服的存在。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总结一下我对小费传统的观点。我尊重它的存在，也理解这是一时间无法消失的。不是说不要给小费，只是当小费成为一种强制，就一定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